马英九主张两岸交流是偏离民意，让国民党流失选票，又没人要支持。不然不交流，难道要打仗吗？如果照陈富雄这样反指标看起来，我真的很为国民党感到高兴，因为他说如果再走这个交流的路线，国民党会完蛋。事实上没有，蒋万安的双城论坛今天正在办，而且上海市刚刚也宣布了对台旅游的利多哦。那我们马英九基金会办的陆生团哦，在全台湾引起这么大的风潮哦，其实这都是对两岸关系很正面的。所以国民党一定要坚持走两岸交流的路线，跟民进党抗中害台这样的路线区隔，国民党在选举才会有希望。蒋万安办双城论坛，马英九基金会办陆生团，都是在帮政府的忙，因为你政府没有两岸业绩，我们投两个业绩给你，结果你不但不要，你全部给他抹红抹黑。其实代表交流这件事，你民进党是害怕被人家揭破一个真相，就是中国崛起跟川普海啸夹击之下，美国3一巴掌过来，你还是得跟大陆保持更紧密的经贸往来，所以他被迫给接受，那他只能跳3节制，因为他如果不交流，他要挂，他选票也没有；交流之后太顺，他也要挂，选票也没有，所以只有怎么样维持交流，加强经贸，但是在一个假装自己很高的格度，用政府的力量来刁难你，来说你是红的，没有这种事情，这做了婊子还想力争牌坊，是很荒谬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最近两岸交流要省大了，不高兴了，执行长直接就跟你扁说，马英九主张两岸交流是偏离民意啊，让国民党流失选票，又没人要支持。讲这么重的话，不然不交流，难道要打仗吗？陈富雄现在已经变成反指标了，比如他支持贺锦丽嘛，对，结果翻车嘛。然后去年铁口直断说侯友宜一定会赢，而且侯友宜会搭配柯文哲，后来也翻车。所以像沈大佬当然是我们尊敬的前辈了哈，但是他现在他这几年好像除了正派之外，其他可以供效法的支出越来越少了。如果照他这样反指标看起来，我真的很真心为国民党感到高兴，因为他说如果再走这个交流的路线，国民党会完蛋。事实上没有，蒋万安的双城论坛今天正在办，而且上海市刚刚也宣布了对台旅游的一个利多哦。那我们马英九基金会办的那个陆生团哦，在全台湾卷起这么大的风潮哦，跟热潮，其实这都是对两岸关系很正面的。所以国民党一定要坚持走两岸交流的路线，跟民进党抗中害台这样的路线区隔，国民党在选举才会有希望。我发现我有一点点对赖清德政府误判，因为我本来认为说民进党新两国论之后已经几乎没有两岸交流了，这么的冰冷的冬天，那我们办的民间交流陆生团，那蒋万安办了一个这个地方政府的交流，理论上这都是算中央政府的业绩啊，算赖清德的业绩啊，他可以吹嘘说，你看我们有9个公示，我们还是有马龙来啊，我们有9个公示，我还是可以做双城论坛啊。我以为他会这样，结果我错了，蔡英文比较是这样，可是赖清德不是。就是这次的过程中，让我发现了2个秘密。第一个是原来赖清德嘴巴讲的健康有序的交流就是不交流。第二个秘密就是原来陆委会的主委邱垂正他是主张交流的，可是背后的大魔王影武者在国安会在总统府，就是你要交流我全部都给你拒绝交流，而且全部抹红，包含发动89那些事情，发动网红认知战，发动盘丝洞，发动所有种种匪夷所思去扯交流后腿的都是幕后的大魔王。请问大魔王是谁？呼之欲出啊，是不是赖总统本人？其实他们万变不离宗啦。最近为什么民进党对两岸交流这么的害怕？代表说到交流这件事对民进党是有害的。直白的讲啊，如果你真的你去看过一次，你回来你就会觉得说啊，民进党讲那些宣传原来都是假的啊，也太扯了吧？对啊，他是怎么可能会讲什么，对不对？到现在吃不起茶叶蛋没榨菜吃啊，对不对？一大堆的什么土房子啊，什么电动车会起火啊，什么哇哥，现在他们的电动车标配叫沙发彩电大冰箱嘛，冰箱还真的要上电动车，现在大部分电动车已经开始变标配了。那我问你，是不是这些交流里面，其实它实切的东西，我们先不讲交流的这个什么虚幻的那文化的问题，你就讲实切的东西，你民进党是害怕，你是不是害怕说被人家揭破一个真相呢？真相是什么？真相就是中国的崛起已经深化了他们的生活方方面面。也许你可以攻击说啊，经济不如几年前好啊，本来过去几十年中国那10几%、10%、8%、10%以上那种的成长的速度本来就不是常态。那另外就全球的这个逆行，也就是美国在搞的嘛，全球供应链断裂这样，它虽然没办法全断，但它增加了很多的成本，全球的这个经济出现了下行周期，这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波动原因。那这些东西你不讨论，那你每次都放大，所以说其实民进党真的非常害怕交流，但是我是没有想到沈大佬，那到现在他还在讲，有些观念要更新一下了。但是你可以看到陆委会这一次直接在做一个封杀，所以大陆不交流委员会真是很可恶哦。那问题是这样封，他现在就重拳出击啊。那马英九基金会现在遭殃啊。我们上礼拜才收到公文啊，就是我自己觉得啦，
当民进党、当赖政府的动作越难看的时候，代表他们心里越恐慌啊。事实上，我认为台湾要靠这个所谓的传统的主流媒体，或是靠政府的内宣外宣去阻挠台湾的民众认识大陆，我觉得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。真的。其实很多台湾的民众，他们怎么认识大陆的？他们透过 Netflix， 透过一些平台去看大陆的综艺节目，歌唱嘛，选秀，然后看大陆的脱口秀，然后看陆剧。他们从这个很多的细微的东西，从这些大陆的这些网红影片，他们点一滴的了解中国大陆现在的发展。那个东西不是你透过政府的内宣外宣可以去阻挠的，就是真正的中国大陆发展是不断的在发展。就你刚刚讲，也许经济有下行，那整个社会的整个趋向就往前走了。所以当你知识难看要去封的时候，你其实只是巩固了你的同温层。当然，就选举的上来讲，他们当然要先巩固同温层是没有错了。可是他这样对其他的这些我们所谓的中间选民，这观感是我觉得是负面的。我们的陆生团也是他核准的，双城论坛也是他核准的，核准之后就来唧唧歪歪。其实这个是什么呢？我觉得现在两条路线啊，第一个就是说要不要交流，被迫中国崛起跟川普海啸夹击之下，你还能去哪里？对不对？这个美国3一巴掌过来，你台湾人受得了吗？你还是得跟大陆保持更紧密的经贸往来嘛。对，否则的话，美国等下动不动就给你对你经济制裁。你台湾以前还可以笑说，哈哈，他是针对中国，他反手一巴掌，墨西哥跟加拿大就25%嘞，就是这样嘛。那万一下一巴就打到你台湾怎么办呢？他事实上他已经要打台湾了嘛。他说韩国的军费要加5倍嘛，台湾军费不够嘛，要提到 GDP 的10%嘛。所以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应对这个讲白了，只能抱紧中国大腿，就这么简单嘛。全球化是英美他们这个用帝国主义建构，当英国挂了，英国现在已经变小不列颠了，那美国变成反向吸血包了，然后断全球化，然后反向吸血盟友的时候，全球化原本的脉络那些国家要死啊，但他们发现也有一个不死的机会是什么？那就是找到了中国嘛，所以他不得不交流嘛，因为他没得选嘛，因为台湾也会是这一波逆全球化，或者是说美国把全球化原本是他输出给大家，他不断借债，然后把钱丢出去，然后换得他好生活的方式，他逆向要吸血，他把全球化脉络拿来吸血他这些盟友啊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全球化里面有3套件嘛，对，军事、金融，然后另外一个就产业链，这3套件嘛，那产业链他现在没有了嘛，然后他在现在剩军事跟金融嘛，对，那金融他现在又要自己限缩，他又不要跟你这个把钱给你，那金融不是又倒着走，那最后就是想用军事嘛，所以军事抓住你，金融倒吸血你，产业链断掉，所以他就挂了，所以你台湾你不得不交流，他是被迫，这个就是他现在的问题，那他只能挑三拣四，因为他如果不交流，他要挂，他选票也没有，交流之后太顺，他也要挂，选票也没有，所以只有怎么样维持交流，维持经贸，来加强经贸，但是呢，在一个假装自己很高的格度，用政府的力量来刁难你，来说你是红的，然后用侧翼像八强这种发动侧翼网红攻击，然后想办法呢交流赚钱，然后交流的 credit 要把你打掉，我要还有一个这样抗中的 credit， 然后这种事情鱼与熊掌可以兼得吗？这做了婊子还想力争取牌坊吗？这是很荒谬的。更抽象的地方在于，这样的一个理论就会得到有一些非绿人士的共鸣或前绿人士的共鸣，那就是沈富雄这种人，他活在上个世纪。我是觉得大佬也要想一个问题，有的时候放手吧，让新的世代来吧。